嗨，大家好，欢迎新朋友、旧朋友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威廉。那我的这个频道呢，是专注于给中高级中文学习者提供有趣的、接地气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学习材料。那今天呢，我想做一期新的内容，给大家介绍网络热梗。大家知道梗是什么东西吧？在英文就是 meme 的意思。那因为中文网络世界的话，太多人才了，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梗以及表情包出现。那我想说，我出一期也不是一期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可能会做成一个系列。我会从以下几个角度去给大家聊聊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它的英文意思是什么东西，那它有什么文化背景，这样子。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2025年，也不是新的了，但是是前几个月出现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网络词汇，叫做赛博对撞。不知道大家可能美国的朋友会更加熟悉这个词汇，因为这个词汇呢是和美国朋友有些渊源、有些关系的。那其他的朋友们，接下来就听我来讲解，来聊一聊这个网络的热梗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那首先呢，它的起源为什么它会产生？那赛博对仗是主要指跨国线上大家互相核对一些事实的一个现象。我跟你们讲，当时嘛，TikTok 不是被闹得很火嘛，在美国说因为要被收购啊什么的，可爱的美国人们就反抗，说政府不是不让我们用中国的软件吗？那我们就集体的跑去中国软件那里，就是小红书现在它的中文名就是小红书，现在它的英文名好像叫 Rednote，叫 Rednote。那大量的 TikTok refugee、TikTok 难民，这里也是另外一个梗词了。那但是呢，因为今天主要介绍的是赛博队长，那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梗词可能会出现，但是我不会仔细的去讲了。好，那大量的 TikTok 难民呢，涌入到了小红书这个中国软件里面，因为一群可爱的美国人民为了叛逆，为了表示要使用中国软件给美国政府看，那这个就是一个起源了。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诞生？那接下来呢？因为有大量的美国人民涌入了小红书这个软件嘛，那中国的网民也很新奇啊，那大家就开始有一场交流，那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因为很多原因，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呢，其实缺少了一些可以直接对话的机会，你们知道吗？我们对大家的一些印象几乎都是通过本地的社交媒体新闻来得到的，那都是二手、三手的信息。我觉得一些事实会被扭曲，会被歪曲很多。你得到的任何东西，都只是基于别人想让你知道的。那这次的在小红书的线上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了解两个国家人民的一些真实的生活以及真实的一些现状。那赛博队长就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中国网民在一些美国人民发的帖子下面去问我，听说你们有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是真的吗？答案是从真正的美国人民口中得出的。就比如说哈，我看见有一个提问是，中国网民问我，听说你们日子过得很舒服，blah blah blah 什么的。这是真的吗？但是美国人民在下面说不是的，他们一周要打好几份工，甚至在周末也是要去干活的。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的。美国人民真的确实是非常勤劳的，去赚钱，去维持自己的生计。因为美国人民他在下面解释了很多，
普通的美国群众其实是需要去做很多份工作，去维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的，因为他们现在物价飞涨，太贵太贵了，他根本如果只是单纯的打一份工的话，根本养活不了自己，甚至有些人的家庭有孩子啊。对，这样子的话，他们的开支会更大，他们就夫妻两个，或者甚至很多的单亲爸爸、单亲妈妈，他们就需要去想尽办法的去增加自己的收入，那只能是多干活这样子。那这个事实呢，其实让很多的中国人民，包括我自己也很惊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被介绍的是美国人民是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的。他们是白领，朝九晚五，他们领着很高的工资，他们完全不一样。就可能以前是我小时候接受到的信息确实是如此，但是因为时代变了嘛，我们变化了，那人家肯定也会变化，那我就得到了很多很神奇、很新奇、没有想到的一些信息，就通过赛博对仗这个东西。得到了一些很一手的消息，而不是从两个国家的媒体去得到的，我觉得非常的很好，就是我们有线上交流的机会。那这个就是赛博队长的一个起源。我再说一下这个赛博队长它是什么意思，含义就通俗上面来说哈，赛博队长是在网络，因为英文 cyber，我们就会把 cyber 翻译成中文的赛博。那在网络里面呢，或者有很多个人把各自的一些生活的账单啊，或者一些信息啊拿出来，互相的核查、对比、辩论或者互相科普，来弥补大家之间的一些信息的认知差，去纠正一些误解。或者给对方算一笔明白账。那它既可以表示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互相的解释，也可以是一种针锋相对的互怼，反正就是两方或者多方的辩论嘛。那媒体通常把它理解为一种跨文化的线上的一种对话或者核对的一种现象，这个就有点绕了。对，因为这个是比较更加书面一点的解释吧。我刚才说的起源里面是更加口头一点的解释。对，我看一下英文意思。对，我觉得英文意思这里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词汇。那这个词汇如果它是直译，因为中文里面它是有翻译界哈，不是中文翻译。就翻译来说，它包括了直译、直接翻译以及意译、意思翻译。那直译呢，很直接的字对字、词对词，这样直接的翻译过来，这样会一些简单的直白的词汇的话，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会有更多的文化背景、更多文化含义的一些词汇呢，我认为需要去意译。意译呢，它可能没有办法的去很直白的字面，就这个中文字对着这个英文的意思，这个英文单词的这个意思不是直接对应的，但是呢，它的意思上面很好的去解释了这个词汇的意思，这样子。那我给大家举例子，这个赛博对仗啊，直译的话就是 cyber conciliation 或者 cyber accounting，是不是不是很理解？那意义哈，我给大家用一个意义，就是 cyber fact checking，这个是不是更好理解一点？或者 online cross culture reckoning，是吧？这样子会更好理解，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词，这个梗，它有什么特点？它经常会在很多个平台同时出现。它是起源是在小红书，但是后来整个互联网的世界好像就包括美国朋友们的社媒以及其他国家朋友们的社交媒体，可能都会出现这个词。它的特点跨平台、跨文化，并且带有中文和英文双语混合讨论的一个痕迹。而且呢，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对仗的这个隐喻非常的强。它不单只是 accounting 这个对账的意思，它包括了拿证据、
出来对比的一种感觉，因为大家 fact checking， 大家会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例给举出来去讨论。OK， 那大家给它来一个文化的深度解析啊，为什么它会火？那它反映了什么东西？第一，它反映了一种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算法全球化的一种碰撞。哇，是不是利益一下子高大上起来了？那随着平台国际化，那这个我跟你们讲啊，小红书之前就是我们中国网民一个自娱自乐的一个平台，虽然它当时确实也是有海外版本的。因为这次一个 TikTok refugee 的一个涌入，让小红书的程序员们全部加班加点，真的头发都熬秃了。他们当天的晚上可能没有反应过来，但是那一周我看到他们陆陆续续上新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能，而且这些功能我觉得都是程序员们熬通宵，然后轮流换班去实现的，真的太为难他们了。因为有些功能就是必须要有，比如翻译的功能，当时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他们很迅速的就上线了这个新的功能，真是小红书的 IT 们真是太强大了，小红书就从此在海外的名声更加的响亮了，也只能这么说。所以呢，这随着平台的国际化啦，还有内容的跨境的流通一些原本区域性的很日常的一些事实，比如对于我们来说很日常，是一种很常识的一种东西，别人不知道啊，是吧？其他国家的人不知道，或者说美国人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们中国人民也不知道啊。那这些原本很区域性的一些日常的事实，开始被外部的一些观众去观测、去检视。会产生大量的认知冲突和求证需求，就包括我自己会有一些认知的冲突，怎么跟我以前得到的信息不一样啊？这样子，是不是？赛博对撞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在网络时代的一个表现。那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去中心化的史料化欲望，这是什么意思？对，我现在在查 AI 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他给我的一个解析，我看一下哈。那过去的人们通过媒体通过一些所谓的专家去接受一些解释。那现在如今网络发达了，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拿出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一手的资料，因为我们去通过媒体和专家去解读的话，就是一些二手的信息了。就不是100%准确的。那现在网络发达了，网民们可以拿出自己身边中的一些真实的证据、照片、视频、聊天截图，这些就是一手的资料，这些是可以大大的缩减一种对于事实的误解。那这种呢，就形成了一种大众参与的史料对撞的文化。那第三的话，它是一种地缘政治和文化的自诩。在中美等大国关系敏感时段呢，普通网民互相对仗，既有文化互鉴的温和面，也有被情绪化、国家话语或者社群身份放大，带上外交谈判以外的民间表达和情绪宣泄。我觉得我是认同的，因为当时的那个时间段，因为 TikTok 的因为美国总统的一些措施一些东西，会让中美的关系政治层面上的非常的紧张，而且因为一些媒体的恶意的去宣传，会让普通的美国群众对于中国的人民会带有很大的误解，我是这么觉得的哈。那就是这场赛博对战，就是这场中美人民的一个网络交流，我觉得大部分是友好的、温和的，带着好奇心的去互相交流的。但是我也确实看到了不少，带有很偏激的、很挑起一些极端情绪的一些言论出现。那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吧？你作为一个网络平台，对。那第四呢，就是媒体和舆论产业化就是这些平台创作者发现这些内容非常适合做剪辑对比的内容，既能讲述故事，又容易形成争议，从而推动热度循环。
就像我现在利用这个网络热梗来做视频一样。之前确实哈，不知道在其他的国家的平台上怎么样，但是在中文网络的一些平台上面，确实是大量的赛博对仗的一些信息。对，就比如说会有很多美国人民在 TikTok 上面发的一些，当时那段时间出现了很多美国人民发的一些我们中国普通人很难了解到的一些美国普通群众他们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的现状的一些信息。我也是从当时的那段时间才得知了很多我自己原本不知道的一些事实。OK， 那这个可以应用到什么场景啊？不，我先说一下一些延伸的思考吧。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那第一的话当然是，要判断自己得到的信息是不是可靠，你得到的究竟是几手的信息。觉得现在媒体其实也不是很靠谱，更多的最好是自己能够得到一手的消息去做出判断，因为媒体也是带有主观性的。那第二就是权力下放的验证能力啊，每个人都能成为初级的核查者，就去核查自己得到的这个事件。这个信息是不是真实的？自己先去核查一下，然后再去传播，避免去减少一些谣言的传播，这样子。然后情绪管理了，对对对，因为赛博对仗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带有情绪的，比如愤怒啊、嘲讽这些情绪的出现。那我们作为普通人的话，首先就是需要去冷静，先冷静下来，从事实出发，不要被情绪冲昏了脑袋。还有讲求实质的证据啊，就是因为在网络世界嘛，就是大家都会做一些很漂亮、很吸睛的一些图文啊、视频啊，但是你要知道，真正有说服力的是那些一手材料，一些可以验证的材料，图片啊、视频之类的。OK，那我现在说一下，那这个网络的热词。网络的热梗“赛博对仗”这个词，它可以怎么去使用呢？其实我觉得哈，这个词的话，更多的是比较特定的去对应了当时的那一场中美对仗的一个情况。日常生活中呢，其实不会怎么应用到这个词汇。但是我查了一下 AI，它给了我一些可以具体应用的场景哈，那我就说两个这样子。第一个就是网购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商品一些纠纷的话，比如说商品与描述严重的不符，但是呢，商家他拒绝退货商品的图文又被删掉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做好各种的证据的保留之类的，那就可以说是我买到了什么什么之后，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赛博对账打开了订单啊、开箱啊，以及对比了官方旗舰店的图片之后呢，发现不啦不啦不啦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这个就是赛博对账的其中一个应用，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准确，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赛博对账其实非常的有特定性，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这个词汇就好了，不需要去一定要应用这个词，因为它确实非常非常的特殊，也非常有特定性，就是单纯的指那一段时间的一个两国人民的一个交流吧。好，那这个赛博对仗呢，会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词呢？第一个被资本做局了，笑死！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梗的意思是算法和流量被商业化操纵了的一个幽默化的讲法。就不行，这些我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简单的说一下它意思吧，我不可以再延伸了，不然这个视频就太长了，各位。我只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期视频介绍一个词汇，这样子好吗？所有的悬念，所有的疑惑都留到下一期，好吧？下一期出什么样的梗词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是什么什么，预制内容指模板化、批量化生产的网络内容。确实像预制菜，预制菜就是一些提前做好的半成品，叫预制菜。抽象这个真的是经常用我跟你们讲，我可能之后会做一期这个抽象的这个词。
会形容人很抽象哈，抽象是用来形容人比较多的，形容你这个人太抽象了。还有其他的活人感，这个也很经常用啊，大家。OK，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做成一个系列，因为是一些精英群体会经常用到的，网络上也会经常出现的一些热词，那可能大家会很不理解一些意思。我觉得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内容，我个人的话是很喜欢介绍这种内容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作为本地人，我都会觉得这些非常非常好玩，所以我想介绍这些好玩的东西给大家。特别是大家还在学习中文，更加需要，就是你回去你说出口这些梗，说出口这些热词，就觉得很地道，知道吗？很日常，很接地气，很有活人感。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网络热梗的一个介绍了。今天介绍的是赛博对照这个词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会把这一期的，当然了，文本内容 transcript 一直都有，但是我还会把这个梗词相关的一些信息，就是我刚才从不同角度去给大家讨论的这些信息，就是放在我的 Patreon 上面，去代替之前的播客的一些核心词汇的内容。因为我的每一期播客都会有拼音中文、英文翻译的 transcript 之外呢，还会有当期的核心的词汇。这个系列的话呢，网络热梗的这个系列，我还是会把核心的词汇替换成这个相对应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Patreon，看看有没有需要，好吧？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内容了，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